开上件儿。电转向翻车现场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，翻车了，翻车了。看这个让我给切掉了，这个也切了。他这个活儿是啥原因呢啊？前2天我们过来装这个柜子，他是自己从那个厂家发过来的。我把包装全部都拆了，进柜啊没问题。然后拆这个柜子的时候，我看这个柜子就有点窄，我说这么窄的柜子，会不会是一个双层的呢？我都考虑了，会不会是个双层的？台面和这个柜体是不是分开的？死活就找不到这副架子，死活找不到这个架子，找不到这个架子，我就想，哎呀，难道这个就是他们挨着一起的吗？然后我就按那个挨着一起的尺寸来放，这来安装的。现在这个柜体安装上去了，然后我放这个台面，放这个台面的时候，台面往上一放，这个比较厚，这个的厚度要比这个边儿多了差不多2公分。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他妈的还真的是有架子，然后让客户就联系了厂家了。厂家说有架子呀，架子就在箱子里面给你打包了，死活就找不到。然后商家说，那你架子肯定让人偷了，那尴尬不尴尬呀？这活好像是我干的，业主说，只有我在，然后说厂家那边说给你发架子，但是厂家也没有办法，又发了一套，可能他就是漏发了，这架子给我有啥有毛用？我那一天已经把镜柜都已经装好了，然后把这个那个台面也装上了。现在这个台面如果搭上这个架子的话就太高了，我大概量了一下，如果这个架子在的话，这个高度，这高度就超过87了，超过87公分了。像这种岩板一体盆啊，你87的时候你装出来那个高的你就特别显高，所以说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是把这个给它切了。柜体我就不打算给它往下做了，要做的话这个麻烦，拆了螺丝还得往下做，直接就把这个切了。他给我发的效果图也是那个台面和这个大概就是个5、6公分的样子。那天过来打算一下午就这些活就全干完了，咱这热水器、花洒、架子、马桶、柜子就一起都装了。这砖还是全瓷砖，它打孔比较麻烦。就因为这个架子又跑了一趟，切了以后我在这儿又打了一个孔，我打算上边给它上膨胀螺丝，下面就拿咱们那个螺丝啊，打一个膨胀管，拿螺丝给拉着就行了。但是我又想啊，这离柜子太近了，打孔的时候就不好打，这打孔的时候就不太好打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在这儿只给这儿打1条螺丝，测试一下承重能力，承重能力没问题的话，就打1条螺丝就行了，就打在这里。哎呀，这个还可以拔下来，根据台面的长度，这个可以抽拉。这个歪的，你看这，哎呀，这都干啥活呢？焊的歪成这个样子。拆出来螺丝，我才发现这个螺丝比较粗啊，要打14的孔。比划了几下，找了我的钻头，玻璃钻头有12的，也有16的，就是没有14的。找到一个14的钻头，我就说我14的钻头是有的嘛。哎，说这个孔一打砖就烂了，离着那个砖边太近，然后厂家带的这个螺丝打14的孔，我找玻璃钻头死活找不到14的，12的有，10个的也有，16的也有，14的我家里面那么多，我竟然发现我就没有拿14的，其实一直很少遇到。刚才那个12的哪去了？平时这些厂家带螺丝不就带12的吗？那12的不就刚好？哎，这个特殊，
这打孔要打14的，14的就是10个粗的螺丝，这是8个粗的，8个粗的打12的孔，10个粗的打14的孔，然后我只有12的钻头，玻璃钻头，然后就打了12的孔。这样的话，我装这个用一个12的螺丝行，用这个14的话，我直接扩孔的话，钻肯定就烂。哎呀，好纠结。打不打？没有别的办法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砖是破了，但是打到里面是面包砖，这就有点危险了。这个螺丝不一定罩得住。我包里只找到一个12的螺丝，这个打12的肯定没事儿。塞这个螺丝的时候都不用锤子砸，这时候你心里头纠结不？经历过的师傅应该考虑到结果了。那也没有办法了，只能给大家当反面教材了，一次次的看吧，我是如何一次次的失败。这个不管你拧多紧，只要你一用力，这个胀管就拔出来。根本就不行，拔出来。胀管胀不住。失败。摄影师都看出来了，这完全就胀不住呀。它这个砖里面是那种那叫空心砖、泡沫砖、面包砖，里边我给它蹭点这个电线，增加这个阻力。遇到这样的，大家有啥好办法？这个电线还有点长呀，要给它处理一下。超声力站着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8点。尝试这样拧紧，然后测试一下。完蛋，还是不行。行。没有办法，只要螺丝已经拧到底了，再到后面就没有螺口了。失败了，拔出来再重来。这些方法呢都是很常用的，有时候就是行之有效的，但是针对这个就是不行。换一种方法继续来。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？其实这样的问题很多。来，再扎进去试一试，再不行我就放弃了。能不能放弃？不能的。不能放弃。你这都第2次上了。啊。其实我对我这个第2套方法我还是挺有自信的。这种情况的话，一般都站得住了。哎呀，这还是不行，这儿还是不行啊！拧紧再尝试一下，估计还是失败。这就不行了，越拧越松。这活干的啪啪打脸，啪啪打脸。是螺丝的问题，还是技术的问题，还是墙体的问题？在实际操作当中，如果你干不好，跟其他的没有关系，就是师傅的问题。问责的时候就找师傅。现在把这个先放弃了，装另一边。另一边我在我包里找的是8个的螺丝，打12的孔，试一下这边这个装上什么效果。这个应该可以。为什么说这个可以呢？因为这个开孔的时候我就开的是12的孔，打孔也打是12的，8个的螺丝也是12的藏套，这个应该还可以，承重能力强一点。这个我也不敢暴力测试了，把这个再测试废了更麻烦。失败是成功之母，重来。我就在这个边上打，这回打16的，我还就不信。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什么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？总感觉我这是工具不趁手啊。我家里面从6毫米的开孔器到35的，给师傅们经常发货。我自己竟然没有。这回打12的孔，就把这个14的螺丝打进去。我操！
我心想这扎的时候可就费劲了，还不一定扎得进去，不需要再扩一下孔。没想到几锤子就进去了，这瞬间让我感觉失望，真不好继续翻车。哎，还能拔出来。行了，我也不敢再压了。这本来打14的孔，打成12的，现在也进去了。但是你用力压的话，是不是还会下来？这操的！哎，说好的不压了，这手欠的，只能还用刚才的方法了，给它卡2个同时卡的，再扎进去。这次拧紧可不敢再压了。师傅们在安装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多不多呢？如何处理呢？其实这活呢也是我一个老客户了，好几年的关系了。所以说这个活我怎么干都可以，只要我给它搞结实了就行。如果我们平时做网单的话，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这个一定要和厂家沟通一下，也要跟客户确认好。实在要装的话，不行就换加长螺丝，或者写那个免责协议等等，这个程序比较复杂。这里为什么要切呢？它柜子在下水管通过这里的时候，那个管子刚好卡在这里，它的进水管穿不过去，所以给它切了一点。朝这儿切下去。除了改装没有办法了，只能给它改装。根据现场情况，我也只能给它改变方案了，重新改装了。大家看看我这个方法可行不？这个不见得说所有柜子都适用，但是针对他家这个情况，用这个方法是完全可以的。把这包回去。从这儿拧个螺丝固定起来。这他妈的压不回去了。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改装完的效果了，让它直接顶着柜子，让柜子帮忙起这个托的作用。三脚架拖后边，前边给它加2个腿儿。这个岩板一体盆呢，长度是1.2米的，其实也挺重，重量是够重啊。看一下这个放上来的效果，这个和我们平时遇到的那种上下悬浮柜体，这感觉差距好大呀。哎，这样还挺结实。不朝这儿看的话也看不出来。我给你找那个图片，你说这厂家做出来的图片给你看。这个，看，看这个距离，跟咱的差不多吧？基本上一样。这活虽然是翻车了，但是尽力挽救，最后的效果就是这样。客户看了还挺满意。大家看了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，我们可以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互相探讨与学习。